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吴磊深夜回国，生图引热议，棒球帽挡不住的少年感绝了。深色云层刚擦过机翼边缘，舷窗外透进零星光点时，坐在经济舱后排的旅客忽然发现邻座换了人。这个3月末的凌晨，某航班降落浦东机场前2小时的吴磊裹着件深灰立领夹克，戴着水洗蓝棒球帽，把1.82米的身量全在座位里补眠。有年轻姑娘借着递毛毯的机会偷瞄，正撞见对方摘口罩喝水时棱角分明的下颌线，忍不住摸出手机。她当时睫毛突然颤了2下，估计是被手机对焦声惊醒了。当事人小周后来在某社交平台回忆，指尖悬在拍摄键上方进退两难时，发现当事人抬眼望过来，那双被粉丝称为星河探测器的眼睛里没有愠怒，倒映着阅读灯暖黄的光晕，像被惊扰的鹿短暂定格3秒，又垂下头继续翻看起剧本。空乘人员证实，这位年轻演员全程安静，除了要过2次温水，更多时间都在翻阅贴满标签的打印本。当经济舱旅客开始起身整理行李，有眼尖者发现他为衣领口露出的吊牌某高奢品牌当季新款，品牌方官微3小时前刚官宣的代言物料，而此刻这件价值5位数的外套随意搭在椅背，主人正踮脚帮老年旅客取行李。接机粉丝拍到的画面里，戴着同款棒球帽的青年推着2个28寸行李箱，墨白牛仔裤包裹的长腿每迈一步，银色行李箱滑轮就奏响疲惫的节奏。有待拍隔着玻璃幕墙开闪光灯，他抬手挡光的瞬间，手机镜头捕捉到腕表下若隐若现的医用胶布。半个月前米兰时装周的后台花絮里，这块卡地亚山度士还戴在造型师手上。其实他完全可以让助理处理这些。常年跟拍明星的摄影师老陈刷到路透时感慨，指着9宫格中间那张模糊侧脸，这种生图最能检验骨香。你看他山根到唇峰的弧度，光影随便打都立体。评论区迅速聚集起3万多条讨论。某表演系学生逐帧分析微表情，疲惫状态下眼轮匝肌自然放松，这种松弛感反而比精修图更有故事性。航班信息显示，这趟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的班机延误了47分钟。而吴磊工作室上月行程图显示，他刚结束为期2周的海外品牌活动，期间还客串了某国际导演的短片项目。有剧组工作人员匿名透露，拍摄最后3天都是凌晨收工，男主角却坚持每天晨跑。他说倒时差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运动节奏，这种近乎执拗的敬业精神早有端倪。去年某电影节后台媒体群访时，他主动调整话筒高度，因为发现前排记者需要仰头。这次航班上的小插曲也延续了这种特质。当意识到自己被偷拍，他不是皱眉转身，而是用目光完成一次温和的提醒。这种骨子里的教养，或许比他的浓颜系长相更让人印象深刻。造型师李姐在采访中解密明星机场穿搭的学问，棒球帽既能压低视线焦点，又不会显得刻意回避。深色外套显瘦却容易沉闷，所以要用浅色内搭提亮。他指着路透图里的叠穿造型点赞，牛仔元素呼应春日氛围，破洞设计打破严肃感，是看似随意实则精准的满分答卷。比起这些专业解读，普通观众更津津乐道于鲜活的生活片段。有同机乘客晒出偷拍的半张侧脸，画面里青年全在狭小座位，剧本边角被翻得卷起，保温杯盖子上还沾着没擦净的唇膏印。这种真实感让人想起他某次采访里的金句：演员就像外卖员，观众点单我们就得热气腾腾的出现。民航从业者小张从专业角度分析，
这种红眼航班通常载客率不足40%，能选择经济舱说明真没架子。他翻出航空记录补充，这班公务舱确实还有空位，但人家愣是跟团队挤在后舱。这条评论下迅速盖起高楼，不少网友晒出在高铁、公交偶遇明星的经历，吴磊的名字出现频率高居榜首。当吴磊生图状态冲上热搜时，当事人正在隔离酒店调整作息。工作室放出的 vlog 里，他套着宽松卫衣做拉伸运动，发烧还沾着未干的水珠。窗边小几上摆着翻旧的演员的自我修养。书页间露出半截机票，正是那趟引发热议的CA834次航班。